大家好，今天是10月18号。昨天比特币是插了一根很小的针，包括它的收盘价，目前还是收在14号的这一根螺旋 K 线的上影线里面。视频也是跟大家讲了几天啊，它这一根螺旋的 K 线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 K 线，因为前面判断有可能会踩二只脚，那既然二只脚，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已经是成立了。现在价格上来，只要一直稳在这一根螺旋 K 线的上影线里面去波动，方向有可能就是往上去看的。我个人还是一直在看多啊，至于原因，就是因为手上有多单啊，只是不想秀给大家。这一次开的点位我也不想秀，因为有主力盯上了。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空方的防守位，它这一次到底能不能挑战？如果是下一次空方的主力要继续灌压，因为现在整个市场是并不稳定啊，还有很多地雷，又爆发了2个地雷。那到底空方的主力要不要继续往下灌压？它在哪一个位置，或者是指标在哪一个位置？整个趋势目前还是向下，空方的主力你要在哪个位置乘胜追击？等下来跟大家聊，以及4个小时里面的支撑跟压力目前要怎么来判断，包括支撑位或者是买点要怎么来判断，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eyond OK 返佣 20%，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么来看一下目前的比特币啊，现在的价格，我们如果把均线加上去，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现在已经是站上了这一条黄色的10天的成本。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前面几天其实上去的时候，它是慢慢先挑战这个 5MA， 遇到 5MA 的时候会有压力下去，然后再上去的时候，这2天是遇到10MA 的压力，会再压回。但是压回的低点这几个点位，等下再跟大家讲为什么它就是破不下去啊。那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就是现在已经是上一次是先挑战了10MA， 那这一次是已经压了一次这个10MA， 现在是已经挑战。不过你要去观察一下明天哦，因为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收盘才算是不是正式挑战。那我们要细心观察一下，就10天前的成本，今天是在这一个，明天是在这一个，所以收盘价在低档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支撑。那如果收盘价在高档的时候，现在的价格还是在没有超过这个收盘价，所以明天有可能这个10MA 会有一个下牵引的作用，但是下一步不同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这个低位区，所以包括现在的5MA 跟10MA 基本上都已经在交叉，那能不能大涨也不一定哦，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震荡。那至于震荡的区间，我个人是一直在观察，它下一步到底能不能挑战这一个18000，我也是跟大家讲了一段时间，它是空方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如果下一步能挑战18000，或者是来到18000的时候，昨天有讲到一个观点，你要去留意一下，参考当时疫情的爆发的时候，它是有一根大涨14%，后面也不一定会再上去，有可能会再压回。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一次它进攻的路线啊。比特币是先稳了这个，先遇到这个 5MA 的压力，然后再稳了以后过了这个 5MA， 现在是感觉是要过10MA， 下一次我们去观察一下，它如果真的要上去，还会有压力，就这个是20MA 附近，有可能下一步也要来到这个18000，这是对下一步的一个推演啊。那至于下方的支撑跟压力，为什么这一次2个下影线的位置就是破不下去？那我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当时上去的时候是跟大家讲，你不要着急，不要追，有可能还会有2只脚。那现在感觉2只脚是非常的明显，因为这一根螺旋 K 线是非常的重要，你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这2个下影线的位置它就是破不下去，主要就是在守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啊。那如果是超短线的朋友，你也可以把这个下影线的位置当成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或者是下一步的买点，大约是在16300附近。因为这一个16300附近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嘛，当时在这个位置不是有走了一个4个小时的 N 型，你如果画一条直线过去，这一次它为什么一直在踩，就是因为这个 N 型位置也是有一点支撑。其实这一个破位的时候感觉是有一个陷阱，其实有2个防守位啊，一个就是4个小时在这里面是走了2个多方的抵抗吞噬组成的那一根螺旋的 K 线，上影线很长，下影线也是很长，所以这2根 K 线也是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多方防守位啊。当然超短线你也可以去观察，就这2天的低点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区。那至于短期的压力，超短线上目前我们要留意一下，就4个小时的这个60MA，
到底能不能过？时间也快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目前的60日的成本还在这个高位，而且是非常的陡，所以有可能到明天或者是到下周一的时候，到时候看这一个60 MA 到底能不能过。首先有一点就是这2个防守位，一个是16300附近，还有一个是在15800附近啊，就这2个防守位，你尽量去观察，不能破啊。那还有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4个小时的 MACD 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如果是能过了那个60 MA， 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4个小时开始 MACD 有可能会走好，能不能进入零轴上发。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它日线的 MACD 指标。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就是如果是下一步的整个价格推演，它能不能这样子慢慢上去，过了这一个18000，或者是过不去18000，主要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这个黄金比例 0.38。如果挑战不过去，空方的主力其实下一步的打压的点位有没有可能在这一个上涨的某一个高位去，或者是挑战不过这个 0.38 的位置？那我们再细心观察一下日线的 MACD 指标，只要它金叉不过去，就是再来灌压一个倒压嘴，有可能会不会这样子，就是在某个高位去再这样子崩下去啊？就是这个防线到底能不能破？你尽量要观察，这一次它价格不能过了这个18000，过了18000，那我是跟大家讲，你要站在我们这一方，因为我还是一直在看多。那另外我们再来聊一下，就这个狗狗币，也是有朋友在讲，其实我已经提前跟大家讲了，它可能会整理2到3个月，你不要去追加。但是整个长线我还是一直在看多，就是整个中线有可能在这个位置整理个2个月，就算它能挑战的这个矩形，也要交代一个压力位给大家，就这一根 K 线的1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因为你如果把均线加上去，可以去看一下，就这个20 MA 目前是拐弯向下，它下一步20天成本还在这个高位，有可能时间整理还会拉长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就是这一个 Genesis 跟这一个 Gemini 2家交易所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FTX 啊。包括今天早上也是有看到华尔街日报是在报道前者 Genesis 他们是好像有资金缺口啊，所以最近还是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有一些资金不是在大的交易所，或者是再大的交易所，我的观点是，你买了一些比特币或者其他的币种，尽量是转移到自己的冷钱包上面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